各位同学，上课啦！欢迎又来到冲浪小学堂，一个每周四晚上更新的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威毅，这边还有欧文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我身边这些舵，短板的舵到底要怎么选？这些舵冲起来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？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。那首先来聊一下它的历史发展过程。我们的舵呢，一开始其实是没有的。最一开始的冲浪其实就只是一张木板而已，然后很咕溜，因为没有舵嘛，你没有办法稳定方向。冲一冲完之后，就有人那是不是中间再装个旗更好呢？于是有了单舵。所以我们讲到 single fin， 都会讲到的是一个old school 的冲浪，就是想要的是一个老灵魂的话，他们就会选择 single fin。再来就是我们的 twin fin， 然后 twin fin 那时候发展出来，就是因为有一个选手呢，他装了 twin fin 之后，竟然冲了冠军。那大家就开始觉得哇，原来 twin fin 这么好啊，然后争相模仿，所以于是有了我们的 twin fin 两个舵的配置。那之后呢，发展，又到了我们的三舵。所以我们的冲浪的舵呢，是从少到多的，之后就有4舵、5舵啊，大家知道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来一一的跟大家聊一下，这些舵到底冲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们一个很粗略、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。我们暂时不讲我们舵的设计，我们就只是单纯讲，2个舵、3个舵冲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？上次我们讲到长板，为了让那个笨重的板子有一个很好的稳定性，所以会装单舵嘛。那今天我们聊的是短板，短板我们首先会最先知道就是我们的3舵，因为大家看到装3舵的大概就是短板，这就是3舵的配置。3个舵我们会怎么装呢？旁边2只，然后中间再1只。但抱歉，今天的板是一张4舵的板，所以我们直接用示意的方式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2个尺寸的差异，跟角度都不同，对不对？那我的这一个呢是一个L 号的尺寸，这一个是一个 M 号的尺寸。OK， 那3舵冲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？3舵就是因为2个舵呢，基本上大家可以想到它应该是更滑溜嘛。那3舵它因为有中间这只舵，3只舵平均分配，所以它是一个很稳定、最 balance 的一个配置呢，就是我们3舵的设计，也是后来冲浪选手最广泛使用的一个配置。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表现最全面的发挥。那3舵除了它的转向有吃到我们的舵以外，直线也有中舵的稳定。好，那接下来聊到我们的 twin fin，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鱼板的舵 twin fin。twin fin 通常我们的这个投影面积也会比较大、比较长，因为少了中间这只舵嘛，所以它相对的运用稳定的话，它就会原来是糖啊，然后因为它少了中间1只舵，所以它为了要让板子有一个相对的稳定，所以通常会加大它的投影面积。Twin fin 呢，冲起来是很 smooth， 其实是比较快的。它在转向的时候，它可以很有效的去咬住它的板子。但是因为鱼板通常比较宽，所以它要运用更多的 rail 指的就是我们的板缘，要更多倾斜板子，让板子去抓住这个 fin。但是少了中舵就少了稳定性，所以鱼板对我来讲冲起来，除了它你会觉得好像一开始起乘比较容易，因为板子比较宽比较厚。那但是你会冲一冲发现，其实好像要转向没那么容易，很容易喷走。不然大家之后不会玩3舵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鱼板它是追求一个 style， 它没有比较简单。所以大家在学的时候，最好就从3舵入手。那如果你觉得你是追浪能力比较弱，当然可以从 twin fin 入手。如果你是想要练动作的话，3舵绝对会比 twin fin 双舵来得好练动作。那所以就会有衍生出什么？像这一种，这所谓我们的 power twin， 那它的角度就比较直啦。你有没有觉得跟这个很像？只是放大版的，对不对？那它就减少了它的投影面积，让它拉直，所以它的角度就会更犀利。然后为了要
让板子有很好的稳定。所以像现在新的舵，这种叫2+1，中间加一支这么小支的，你看这么小支的舵，它不会增加你太多的阻力，可是它同时可以帮你稳定在执行上的那个平稳度。所以现在2+1的舵也是非常的流行。那我个人现在也都喜欢装这一种 Twin Fin。OK， 2支3支之后就到了4支，4支就像这种，也就是我们这张板子 C 赛它所配置的。那它就是单边的话，就是前面大，后面小，像这样的配置，然后两边对称。Quad Fin 呢，可以说是最猛因为它的速度更快，它同时这2支又比我们的 Twin Fin 再小嘛，那所以整个灵活度又更高。然后你在pumping加速的时候，它其实那个舀水能力又更厉害。那你说为什么4舵那么厉害，大家还要玩3舵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中舵就是增加稳定性，所以3舵的配置可以说是最棒的发明了。那它整个3舵上面是一个平衡，4舵呢过于快速，所以有时候冲浪不是只是一直猛加速，它需要刹车的。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专管浪的人，他只专管就是收板，专管就是收板，他可能会冲的是Quad Fin。所以4舵呢，它是一个更先进的发明，它就是追求速度而生的。那还有像Quad Fin在装中间小舵也是有一次那个 Kelly Slater 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就用5舵的配置，中间那只舵超级小，超级小，我好像有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就是这个，有没有？你看它又更小了。它就是4支Quad Fin之后，然后中间装一个这么小的，就真的是为了增加那一点点中间的稳定性。因为它浪很大嘛，然后它要速度装过那个管，那同时因为太快了，所以它需要板子有稳定性，装一支这种小的秘密武器就有帮助。但是如果你平常浪没那么大，你越装越多，你就越钝，就玩起来越不好玩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讲到什么？讲到的是尺寸的问题。通常呢，体重比较重的人，80公斤以上就会建议装 L 号。可是低于80公斤的人，你装 L 号呢，它真的玩起来太过沉重，你会很难转向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大部分的人，男生装 M 号就可以，女生装 S 号除非你身高170以上，体重也是55公斤以上的，你就装 M 号。那如果你是以下160公分那种，那你就是装 S 号。所以我们建议大家，其实在台湾来讲 ，M 号的舵绝对够用。那 Twin Fin 就没有分 size， 对不对？我问。好像是。对啊 ，Twin Fin 没有分 size。那个 Fin 对浪的大小，我买到我体重的 Fin， 可是我冲的浪都是偏缓浪的话，那怎么办 ？OK， 你的就例如说我74公斤，我用 M 号，当然我也可以冲比较大的浪，然后我也可以冲比较小的浪。冲小的浪相对会比较灵活嘛，浪比较大的时候它是刚刚好，但是有一个状况可能是你会觉得好像它咬不住，那你可能会换到 L 号。可是我跟你讲，这个状况太少发生了，因为我们指的小浪，尤其国外指的小浪，就2人以下叫小浪。那我们要冲2人以上吗？不太可能，除非你真的是冲到2人以上，出国冲什么，那你就装 L 号，不然基本上其实一定够用 ，M 号就够了 ，M 号绝对够用。我们之后会分享说，像这个设计跟这个设计到底又差在哪里了？长得那么像，还有材质嘛？还有材质，对，玻纤、碳纤、蜂巢、塑胶，这么多材质，到底又差在哪里？这个就是一个很细节上的设计。那还有它的系统对，我们舵有分系统，像我们看到这张板子这种就叫 Future，这个系统呢，它就是一整片，然后我觉得它锁起来是最好锁，其实它锁起来最快，它也比较稳，很硬。不过如果它撞到的话，是整个 Fin Box 一起爆掉。Future 我个人也比较喜欢，因为最好锁，快速方便。那另外一种呢，是像这种 FCS2， 这5年内改版的 FCS2， 它算是一种快拆系统，它直接把这个 Fin 卡下去，你不需要锁螺丝。可是呢，因为 Fin 很尖，你要再敲回来，把它拿出来很痛，需要一个那个
抹布去敲，而且有时候你如果自己在海里撞到之后还会不见，对，你就还要再锁。所以 FCS2 有好有坏，你控制很好的人，你喜欢用 FCS2，因为它不一定会撞到。那以前的是这种，刚刚这种，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FCS1，小小一颗，它就这样直接下去这样锁。缺点就是它比较不稳定，然后很容易断掉。对，所以就是后来发明了 FCS2。那1可以装在2上面，1可以装在2上面，2不能装在1上面。你现在大部分买的话，应该是2。如果你买到1的话，代表你的板子稍微有点旧。对，那 Future 就是没有这个问题哦。还有跟大家讲 ，Future 资源的舵其实比较多，因为 FCS2 是一个专利，只有 FCS 这个品牌才能生产舵。对，但是 Future 呢，它是一个通用，有点像 Apple、Android， 所以 Future 的选择性比较多。那会建议大家冲的板子都用同一个系统。没错，我觉得大家在挑短板的时候，一开始可以先想好，你之后想走的是 FCS2 还是 Future， 因为你选了一种之后，再买新的板子，你有2个系统，你等于是你的 fin 不能交换用，就要再买一组，那 fin 现在一组都是4000块，最好的就是你一开始选好你到底是要 Future 还是 FCS2， 之后的板子尽量就一样，除非像欧文现在冲了比较多以后，板子舵也很多就没有差。那一开始大家会控预算，就是尽量可以在 CP 值高的方向去学冲浪，也建议就一种系统，这样是最好。了解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舵就分享到这边，所以大家了解了吗？3舵其实是最平衡的哦，3舵也是最简单的。Twin fin 是追求 style 的一个设置。Quad fin 是追求速度的一个设置，所以一开始学冲浪买3舵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你稍微会玩以后，买 Twin fin 跟 Quad fin 也没有问题。每一个人状况不一样，就跟我们上次讲的，大家的能力不同，什么板都可以玩，主要是适不适合现在的你。OK， 那我们就下次嗨上见。上片。你怎么在上片吃早餐？哦，真假的？是吗？对啊。我不知道，太专心了。拍不到我吗？拍得到啊。你刚刚镜头拍得到我吗？